人买房置地喜欢讲究风水，殊不知风水再好的房间，如果尘埃堆积，满地狼藉，也会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。运势再好的房子，如果拖鞋随地乱扔，扫帚随意摆放，也会让人心烦意乱。与其舍近求远，不如先打扫干净自己的屋子。高堂素壁，无书卷之劳，明窗净几，有坐卧之安。在窗明几净的房子里，自然心生愉悦之情。物物各有规制，事事各得其所。干净整洁的房子，才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。一场家庭纠纷往往是这样诞生的：早上你随便塞了几口面包，准备出门才发现钥匙找不着了，在最后1秒钟打了上班卡，却因为昨天的工作没有好好完成，被老板给了脸色。晚上回到家里，看到玄关处随意摆放的拖鞋，沙发上堆积如山的衣服，厨房里乱七八糟，还没来得及收拾的锅碗瓢盆，心情更糟糕了。此时你的老公回来了，像往常一样，他脱掉臭烘烘的皮鞋，随意扔在鞋架上，走到沙发旁，一屁股坐到皱巴巴的衣服上，朝着厨房的方向对你发出灵魂拷问：你能不能把屋子收拾一下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？听到这话，各种委屈涌上心头。白天也要工作呀，晚上回家还要做饭，我也很累啊，凭什么要我来整理？一场战争一触即发。他觉得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妻子，你认为他是一个不体贴的丈夫。错在谁？我觉得你们都没错，错的是这个杂乱的屋子。哈佛商学院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一个现象，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，而不幸的人们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，长期生活在杂乱的屋子里，心情也变得抑郁了，突然到了一个光线充足干净整洁的屋子，心情顿时愉悦了不少。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空间吸引力法则，你房间的样子就是你生活的样子。情绪焦躁烦闷的人居住在屋子里，房间也会逐渐变得杂乱肮脏，布满灰尘，这是负面情绪对空间的影响。而这样的房子会制造出一个更加负面的磁场，从而引发更大的负能量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接二连三总会有倒霉的事情出现。但是如果你能静下心来，认真收拾你的屋子，把每个东西放到该放的地方，把每个空间规划得井井有条，也就不会出现开头的场景，一场家庭硝烟就消弭于萌芽之中了。所以我说，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一个整洁的家庭环境。舒适干净的房间也会创造一种正面的磁场，使得居住其中的人心情愉悦，从而引发正面积极的效应，好事连连，好运不断。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：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有什么事情能快速转移注意力？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个活动，整理房间。电视剧《我的家里空无一物》有这样一个情节，女主角麻衣和妈妈外婆住在一起，长辈们有囤积的习惯，任何东西都舍不得扔，所以他们家里被塞得满满当当，乱七八糟。要用的东西经常找不到，每次来客人了都要临时抱佛脚进行大扫除。这种习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麻衣。推开她卧室的门，有攒了一堆用过没用过的笔芯，有摞得比人还高的书，地板上也散落了一堆脏兮兮的毛绒玩具，墙上挂的是发黄了的 T 恤。然而他们只是忍受着，从未想过主动改变这种生活方式。直到麻衣17岁的时候，爱上了班里的一个同学。初恋总是脆弱的，面对无疾而终的爱情，万念俱灰的麻衣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。但是就在那一刻，他突然想到别人发现他自杀后的场景，警察会来到他脏乱无章的卧室，他邋里邋遢的面目将会被曝光。于是他打算在自杀之前将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被治愈了。
当他全身心地沉浸在整理的过程中，那种充实感逐渐击退了失恋带来的空虚感。当他丢掉没用的东西，把真正有用的物品一件件整理好的时候，房间顿时变得宽敞明亮起来，而他的心情也顿时变得开朗起来。这就是扫除力的力量。同事小娜也是个整理爱好者，每天早上到公司，她都会将自己的工位打扫一遍，先用湿纸巾擦掉灰尘，把桌上的各种物品摆好，井井有条，然后拿出花店新送到的鲜花，剪掉多余的枝丫，插在花瓶里，最后给自己倒一杯温热的白开水，打开电脑，制定好这一天的日程表。有人说，看你的桌面就知道你的工作效率。看到小娜，我才知道这句话一点不假。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连自己的工位都不能料理好，又如何能处理好各种琐碎的工作？打扫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但其中包含的智慧却是不容小觑的。打扫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扬弃的过程，你开始明白什么东西是不需要，从而开始审视你的购物欲望。收纳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沉淀的过程，你思考每个东西应该放在哪里，辩证来看，其实也是思考你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。朱子家训开篇便是：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。打扫的其实何止是空间，其实也是我们的内心。前段时间看了一本叫《这么收那么美》的书，其中提到很多收纳的逻辑，都对我颇有启发。清理房间从断舍离开始。回想一下，是不是每当你下定决心准备断舍离的时候，是不是总会发现一些不舍得扔的东西？比如因为身材走样暂时穿不上的裤子，比如因为款式过时再也不想穿出门的外套，比如上次出差从酒店带回来的一次性洗漱用品。每当这时候，你总会陷入无限的纠结，扔了吧，怪可惜的；留着吧，说不定明年瘦了就能穿上了呢。但正如作者孤井在《这么收那么美》中所言，等你减肥之后，你肯定会买更好的衣服来奖励自己。和感情问题一样，该不该扔掉，犹豫其实也是一种答案。今年不用的东西，明年更是有 99% 的可能性不会用。与其让他们破坏心情，不如为房间腾出空间。这里有一份丢弃物清单，你可以参考对照。1. 只剩一只的袜子，有洞的和没松紧的袜子。2. 已经枯萎或者快要死掉的绿植。3. 干洗店和买衣服时送的廉价衣架。4. 不再需要的旧数据线。5. 已经不用的老电脑、手机和各种旧家电。6. 不戴了的眼镜和太阳镜。7. 零钱。8. 坏掉的和洗不出来的玩具。9. 不戴的围巾。10. 已经很久没用过的老地毯。清理房间，关键在收纳。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好不容易费尽心机整理好了，不到1个星期，房间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。收纳是心理学、哲学和艺术的结合，它不是简单的把东西藏起来，更重要的是做好规划。书中提到了一些简单的收纳技巧，分享给大家。把男人的鞋柜放在鞋柜第1层。男性一般不喜欢翻东西，更不喜欢弯腰找东西，所以在进行空间规划时，最好把顺手的空间留给男性。一般情况下，男人的衣服适合放在衣柜的第1扇门内，鞋子放鞋柜第1层，不仅方便取，更方便放回。要不然辛辛苦苦整理好的东西也会被他们的顺手搞得一团糟。存放物品的时候，记住7上8下的原则。7上，不常用物品往上放，换季、闲置、消耗慢的物品，收藏类、纪念性以及其他杂物。8下，偶尔会用到的物品尽量往下放，消耗类、赠送类、考虑丢弃的物品，偶尔用、近期用、修缮类用品。根据身高进行收纳。如果厨房主要是外婆在使用和打理，外婆的身高是1.60米，那么就要将厨房里的常用物放在她腰部以上、头部以下的空间。
腰部下的空间放置偶尔用的物品或者有把手的物品。一间美好的居室是生活的需要，是心情的调剂，也是每个人重要的情感寄托。照顾好我们的房子，就是在调节我们的生活。生活的质感就藏在家里每一个细小的角落。一个好的生活态度就是能讲究，不将就。我们都以为过去的就过去了，没什么好舍不得，不就是孤单怕了，都已经选择，就别再讨论谁伤得比较深。两个陌生人碰巧搭上同一班生命列车，分享每道黄昏。那爱过的人却在记忆的路口下车，转身抛下了永恒。我记得你的眼神如此的坦诚。我们都以为失去的就失去了，断了线的风筝放开后就自由了，不再过问心会不会疼，它飞到哪儿去了。两个陌生人碰巧搭上同一班生命列车，分享每道黄昏。那爱过的人却在记忆的路口下车，转身抛下了永恒。我记得你的眼神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